你知道吗？很多女人到了40-50岁，反而比年轻时候更有味道，更让人着迷。这是为什么？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的例子，发现那些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身上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。今天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们。你们先别急，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什么叫美？西方人看美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数据，看的是那个皮囊、双眼皮、大长腿、前凸后翘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这么看，我们看人从来不只看一张皮，我们看的是气，是神，是韵味。你看那个观音菩萨的像，你说他年轻吗？你说不出来，但是你看着他就觉得美，就觉得慈悲，就想跪下来拜他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美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天地万物都在变，春夏秋冬，生老病死，这是天道。你如果非要跟老天爷作对，说我不要老，我要永远18岁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逆天而行。逆天而行是要吃大亏。你看现在多少女人为了这张脸去打针，去动刀子，去整容，把脸皮拉得平平的。可是你仔细看她的眼睛，那个光没有了，那个神散了。在明白人眼里，那不叫美，那叫怪。我今天要讲的这6个特征，你要是能做到3个以上，你就是有福气的人。你要是6个都做到了，那你就是人间富贵花，不仅自己好，还能旺3代。这6个特征不是说什么双眼皮、高鼻梁，那些太浅薄了。我们讲的是神态，是举止，是那种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东西。第一个特征叫坤德之美。什么叫坤德？易经64卦，第一卦是乾卦，代表天，代表男人；第二卦就是坤卦，代表地，代表女人。坤卦的卦辞怎么说的？叫厚德载物。你看大地，它承载什么？高楼大厦，它承载垃圾脏水，它也承载。它从来不抱怨说这个太重了，那个太脏了，没有，它全部接纳，然后把它转化成养分，孕育出万物。这种包容力才是女人最大的魅力。我见过很多家庭主妇很辛苦，为了家里做牛做马，可是全家人感激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嘴巴碎，心里装不下事。老公做错一点事，她能念叨3天；孩子考差了1次，她能骂上1晚上。这就叫得理不饶人，这就叫德不厚。你在抱怨的时候，你的面相在发生什么变化？你去照照镜子，那个嘴角是不是往下垂的？我们叫覆舟口，像翻过来的小船一样，福气全都漏掉了。你那个眉心是不是有1条或者2条很深的竖纹？我们叫悬针纹。这在面相学里是大忌，这叫破格。你长得五官再精致，只要这2条纹出来，只要嘴角一耷拉，你那一脸的苦相和刻薄相就出来了。反过来，我们看那些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，她一定是具备坤德的。家里出了事，她不慌，她不先去责备谁，她能把这个事承载下来，兜得住。比如老公做生意赔了钱，或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，那个没有修养的女人马上就开始骂，你看你有什么用？早就告诉你不要这么干。这一骂火上浇油，家里的风水立马就坏了。但是那个有坤德的女人，她会怎么做？她可能一句话都不说，给你倒一杯热茶，拍拍你的背，她的眼神告诉你，没关系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这个女人的魅力是光芒万丈。所以我给各位女性朋友一个建议，我们要修这个坤德，
就要学着把心量打开。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或者遇到别人冒犯你的时候，你先停3秒钟，不要马上发作。你告诉自己，我是大地，大地是不会跟一棵小草计较的。你能包容多少委屈，你就能成就多大的福报。第二个特征叫眼神清澈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小孩子的眼睛是最漂亮，那个黑眼珠特别大，眼白特别白，水汪汪的，像一潭清水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里没有杂念，他们的先天之气是足的。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看了太多的尔虞我诈，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磨难，慢慢的很多人的眼睛就变了，有的变得浑浊了，我们叫人老珠黄；有的变得凶狠了，充满了杀气；有的变得呆滞了，没有光了。但是我们说那些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你仔细去观察她的眼睛，哪怕她脸上有了鱼尾纹，哪怕她的眼皮有点松弛了，但是她那个瞳孔依然是清澈，是定的，是有光的。这种清澈跟小孩子的清澈还不完全一样。小孩子的清澈是无知，是因为他不懂事，所以他干净。但是这个成熟女性的清澈是了知，是她什么都懂了，什么都看透了，但是她依然选择善良，依然选择保持内心的纯净。这就叫知是故而不是故。我常讲一句话，叫看透不说透，这是人生很难的境界。很多女人到了中年，特别喜欢说透，看到别人一点小毛病，马上指出来；看到社会上一点不公，马上愤愤不平；看到老公撒个小谎，马上就要拆穿他，闹得鸡飞狗跳。她以为这是聪明，其实这是刻薄。她的眼神里透出来的是精明，甚至是刻薄。男人看到这种眼神是会害怕的，是会有压力的。而那些真正有魅力的女人，她有慧根，她看那个事情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她不说。她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我懂你，我不怪你的慈悲。她在外面应酬，看到各种各样的场面，她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但她依然能笑得出来，依然能保持得体。她不会因为看了太多的黑暗就变得愤世嫉俗，也不会因为受过伤就关上了心门。她的眼里依然有对生活的热爱，依然有对美好的向往。这种眼神我们叫含蓄的光芒。怎么修这个眼神呢？第一，要少看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多看经典。现在的人整天盯着手机，看那些短视频，看那些八卦新闻，你的眼神就被那些杂乱的信息给污染了，变得浮躁。你每天花半个小时读易经，读道德经，或者哪怕是静坐一会儿，闭目养神，让你的神收回来，藏在心里，不要外泄。第二，要学会内观。当你有情绪的时候，不要急着往外发泄，要向内看，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生气？这个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当你学会反思的时候，你的眼神就会变得深邃。第三，要保持一点天真。这个天真不是让你装傻，而是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。你看那些有魅力的老太太，70、80岁了，还在学画画，还在学插花，还在去旅游。她看到一朵花开，依然会惊喜。这种对生活的新鲜感，会让你的眼睛里时刻有星星在闪烁。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你可以整容，可以把皱纹填平，但你没办法给眼睛打玻尿酸。你心里有什么，眼睛里就有什么。一个女人如果到了50、60岁，她的眼神既有少女的纯真，又有长者的智慧，既温柔
又坚定，这种反差是极其迷人的。这种眼神就像一本书，让人读了还想读，永远读不厌。第三个特征叫语迟则贵。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一句话，吉人寡言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真正吉祥的人，福报深厚的人，他的话是很少的。尤其是对女性朋友来说，修口德往往比修脸蛋还要紧迫。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一种现象，有的女人长得很漂亮，穿得也很时髦，但是只要她一开口，那个形象瞬间就崩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说话太快、太急、太尖、太碎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声音也是一种风水。你的声音就是你发出的磁场。易经里有一个卦叫颐卦，颐卦讲什么？讲慎言语，节饮食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嘴巴这个器官主要就两个功能，一个是吃饭，一个是说话。这两个都要节制，都要小心。所谓语迟，不是让你反应慢半拍，或者是说话结结巴巴，而是说你在说话之前要经过大脑的过滤，要经过心灵的沉淀。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她说话一定是不急不躁的。你看那些名门望族的老夫人，或者是有大智慧的女性领导者，她们说话的时候语速通常都比较慢，但是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，很有分量。为什么语迟会显贵呢？第一，语迟代表定，心定的人气才能沉得住，气沉丹田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浑厚的、圆润的、悦耳。反之，心浮气躁的，人气是浮在嗓子眼的，说话像连珠炮一样叽叽喳喳，听得人头昏脑胀。这种急躁的声音会破坏周围的气场，让人产生焦虑感。你让人焦虑，哪里还有魅力可言？第二，语迟代表稳，说话慢一点，给自己留出了思考的时间，这就不容易说错话，不容易得罪人。很多家庭矛盾都是因为女主人嘴太快，一句伤人的话脱口而出，结果覆水难收，伤了夫妻情分，伤了亲子关系。第三，语迟代表重，一个稳重的女人是能镇得住场子的。家里发生了大事，大家都慌了，这时候女主人慢条斯理地说几句话，就能把大家的心给安下来。这种定海神针一样的作用，就是魅力的最高境界。除了语速要慢，还要懂得守口如瓶。什么叫守口如瓶？就是不传闲话，不讲是非，能保守秘密。很多上了年纪的女性，没了工作压力，闲下来了，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聚在一起讲八卦。张家长李家短，谁家媳妇不孝顺，谁家老公有外遇，讲这些东西不仅损耗你自己的福报，还会让你的面相变得猥琐。你会发现那些爱讲是非的女人，她的嘴唇往往是很薄的，或者是歪的。而那个有魅力的女人，她是静的，她在人群中总是微笑着倾听，她很少发表过激的言论，也绝不参与搬弄是非。别人把秘密告诉她，她就像瓶子一样封得严严实实，绝不泄露。这种可信赖感会让她身边聚拢很多人，大家都愿意跟她交心，都敬重她。这种敬重就是魅力的来源。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点，不要唠叨。唠叨是扼杀女性魅力的一把利刃。很多做母亲的、做妻子的，出发点是好的，是为了家人好，但是他翻来覆去的讲，把关心变成了噪音。我们要记住，话多不如话少。
话少不如话好。如果你说一遍他没听，你再说10遍他更不会听，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。聪明的女人懂得点到为止，她用行动去感化，而不是用语言去轰炸。所以各位女性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试着练习一下闭嘴的艺术。想发火的时候深呼吸，数10个数再说话。想评价别人的时候，咬住舌头把话咽回去。跟家人聊天的时候放慢语速，把声音放低1度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把说话的节奏慢下来以后，你的心也跟着静下来了，你的气质就在这一吐一纳之间变得优雅了，变得高贵了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贵人语化词。你不需要穿名牌，你一张口，那个从容不迫的劲儿就是最贵的奢侈品。第4个特征叫柔中带刚。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大家要了解，女性在卦象上虽然属阴，代表坤卦，但这并不代表女人就要完全的软弱，完全的没主见，纯阴是不生的，必须要有一点阳气在里面，这个生命力才能旺盛。现在的社会，很多女性朋友对独立这2个字有误解，特别是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，觉得女人要独立就要像男人一样去战斗，说话要大声，做事要雷厉风行，甚至有的以此为荣，变成了女汉子。回到家里跟老公也是针锋相对，谁也不服谁。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不是真正的独立，这叫阳气过剩。你是女人，你把男人的刚强全学去了，把你身上那个最宝贵的柔给丢了，那是得不偿失。你在家里太强势，老公就没有位置了，阴阳就颠，这个家迟早要出问题。那么什么才是越老越有魅力的独立呢？我送大家4个字，叫外圆内方，或者叫外柔内刚。你看那个铜钱，外面是圆的，里面是方的，做人也是一样。越是有魅力的女人，她表面上越是客客气气的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看起来很好说话。这是柔，是阴，但是她的内心非常有原则，非常有主见，你很难动摇她。这是刚，是阳。这就好比是水，你拿刀去砍水，砍不断的，它很柔，但是你如果想阻挡它奔流到海，你也挡不住，它有穿透岩石的力量。这种柔中带刚的特质，到了50岁以后，会转化成一种极具杀伤力的魅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的小姑娘要么太依赖人，一碰就碎，要么太任性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而成熟的女性，她在那里就像一棵松树一样，风吹过来，枝叶会摆动，但是根扎得深。具体表现在哪里？首先是精神上的独立。很多女人老了以后就很麻烦，她把所有的情感寄托都挂在老公或者孩子身上，老公晚回来一会儿，她就胡思乱想，孩子不打电话回来，她就觉得被抛弃了。这种叫依附，会让周围的人感到窒息。有魅力的女人，她有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她也许喜欢书法，也许喜欢种花，也许喜欢读书，她不需要依附谁来获得快乐。老公对自己好，那是锦上添花，老公忙自己的，我也能自得其乐。这种无所求的态度，反而会让男人更加想要靠近你，因为跟你在一起轻松，没有压力。其次是有原则的包容。我们前面讲坤德要包容，但包容不是无底线的纵容。柔中带刚的女人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一步退。比如涉及家风的问题，
涉及道德底线的问题，他会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坚定的话。这种威严不是靠吼出来的，是靠平时的修养积淀出来的。见过很多这样的女性，她在家里从来不发火，但是全家人都敬畏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心里有杆秤，她这股正气是在的。再来就是独立而不孤立。有些女人走极端，说我不需要男人，我不需要家庭，我一个人过挺好，变得很冷漠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那不叫魅力，那叫孤僻。真正的魅力是群居守口，独居守心。我能和大家打成一片，我有亲和力，但我内心是独立的。我像一块玉一样，摸起来是温润的，但你敲一下，声音是清脆的，质地是坚硬。各位女性朋友，你们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。当你不再为了取悦别人而委屈自己，当你不再因为害怕失去而患得患失，当你能够温柔地坚持自己的时候，你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自信的光芒。这种光芒不是刺眼的探照灯，而是温和的月光，它能照亮自己，也能温暖别人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不需要再证明给谁看我有多强，你只需要活出那个真实的自己。你越是淡定，越是从容，大家越觉得你高贵。第5个特征叫顺应天时。我一直强调一个观念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自然的规律，这叫天人合一。对女性朋友来说，你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能不能顺应这个时。这个时有2层含义，一个是你的年龄阶段，一个是春夏秋冬的节气。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风气，叫少女感，好像女人只有像少女才是美。很多50岁、60岁的女性拼命的去扮嫩，穿那个小姑娘才穿的粉红色的短裙，梳个双马尾，脸上涂的煞白。跟各位讲，这在易经里叫当位，什么年龄做什么事，什么年龄穿什么衣服，这叫得体。你如果不当位，不仅别人看着难受，你自己的运势也会受影响，因为你那个气场是乱的。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她首先是接纳自己的衰老，接纳脸上的皱纹，接纳变白了的头发。她不会因为多长了一根白头发就焦虑的睡不着觉，她知道这是岁月的馈赠，这是智慧的纹路。你看那些真正有气质的老太太，她穿衣服绝对不会刻意去装嫩，她会选择那些质地优良、剪裁合体、颜色素雅的衣服，棉麻的、丝绸的，透气性好，让人看着舒服。她站出来，那个气场是端庄的，是大方的。这种端庄比那个强行扮嫩的少女感要高级10000倍。我们中国人讲究精气神，你外表穿的再花哨，如果身体里那个气是虚的，你还是不好看。所以有魅力的女人，她一定是懂得顺时养生的。她知道春天是生发的季节，她会多出去走走，舒展筋骨。夏天是生长的季节，它会适当出点汗排毒。秋天是收敛的季节，它会早睡早起，养阴润肺。冬天是闭藏的季节，它会把能量收回来，不去做剧烈的消耗。它绝对不会为了减肥去节食，去吃那些伤身体的药，因为它知道女人的美是靠气血养出来的。脸上有红润的光泽，那是气血充足的表现，那是最好的化妆品。你看现在的女孩子，冬天露脚踝，夏天喝冰水，把子宫冻得冷冰冰的。
到了老了这个痛那个痛，脸上长斑，那就是年轻时逆天而行的后果。而那个越老越美的女人，她懂得爱惜自己，她喝温水，她穿暖衣，她按时睡觉。这种自律不是为了给别人看，是为了对自己负责。你会发现这种顺应自然的女性，她身上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松弛感，她不紧绷，不焦虑，她就像一棵顺应四季变化的树，春天开花，秋天落叶，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美。当你不再对抗衰老，而是和衰老握手言和的时候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你的心态放松了，你的眉头就舒展，你的气血通畅了，你的皮肤就细腻了。你虽然老了，但你老得很优雅，老得很漂亮。这种美是可以跨越时间，哪怕你到了80岁，满头银发，只要你穿戴整齐，干干净净，气色红润，你依然是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一个。所以各位女性朋友，不要再被那些贩卖焦虑的广告给骗了，不要去追求那些违背生理规律的所谓冻龄。真正的冻龄是心态的年轻，是身体健康，是顺应天时的智慧。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你的身体就会回报你，你的脸上会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光泽，那种光泽是多少昂贵的护肤品都抹不出来的。第6个特征，也是最高级的一个特征，叫心存善念。易经坤卦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要把它挂在墙上，刻在心里。这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一个懂得积累善行、心存善念的家庭或者是人，他一定会留有很多多余的福气，不仅自己用不完，还能留给子孙后代。我们中国面相学里有一个很神秘的概念，叫阴虚纹。什么叫阴虚纹？它不是让你长皱纹，而是说当你经常做善事，特别是做了善事不留名、不求回报的时候，你的脸上，特别是在眼下卧蚕的那个部位，或者是眉心之间，会长出一些细小的若隐若现的纹路。这些纹路在不懂的人眼里可能觉得是老了，但是在懂行的人眼里，那是救命的纹，那是福报的纹。有了这个纹，你遇到凶险能化险为夷，你到了晚年能无疾而终。那么为什么说心存善念的女人越老越有魅力？道理很简单，相由心生，心是什么样子，脸就是什么样子。一个内心长期充满慈悲、充满爱心的女人，她的面部肌肉是非常松弛、非常柔和的，她的嘴角会自然微微上扬，哪怕不笑的时候看着也像在笑，这叫菩萨相。大家去寺庙里看菩萨的像，为什么我们一看到菩萨心里就觉得很安稳，很想流泪，很想倾诉？因为菩萨的脸上写满了慈悲。慈悲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化妆品，它能软化一切坚硬的线条。反之，如果一个女人心胸狭隘，见不得别人好，整天算计这个算计那个，心里充满了贪嗔痴，那么久而久之，她的脸上会怎么样？颧骨会横张，眼神会变得很逆，腮帮子会鼓出来，甚至脸上会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黑斑或者是恶痣，这就是内心的毒发出来了。这种人，哪怕他穿金戴银，哪怕他整容整得再完美，你站在他身边，你会觉得冷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你会本能的想要远离他，这就叫没有人缘，也就谈不上什么魅力了。
我这辈子见过很多女性，有的人年轻时风华绝代，老了却一脸横肉，那是福报耗尽了。有的人年轻时普普通通，老了却变成了一个慈祥的老奶奶，谁见了都想叫一声奶奶。好，那是福报积累出来了。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。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老太太，今年80多岁了，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一般，个子也不高，皮肤也不白，但是这个老太太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心特别善。她年轻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但是只要看到比她更困难的人，她都会帮一把。村里有个孤寡老人，她每天给人家送饭，一送就是10几年，直到老人去世。她自己的孩子生病了，没钱看，她都咬牙挺着。但是邻居家孩子生病了，她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拿出来。这个老太太现在什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她满头白发，但是那个白发是银白色的，特别亮，梳得整整齐齐。她脸上的皱纹很多，但是每一条皱纹都是往上扬的，像在笑一样。她的眼睛虽然有点浑浊了，但是那个眼神特别温柔，你看着她就觉得心里暖暖的。最神奇的是，她80多岁了，腰板还是直的，走路不用拐杖，说话声音洪亮，气色红润。村里的年轻人见了她都要停下来打招呼，小孩子都喜欢围着她转。这就是善念的力量，这就是福报的显现。我再讲一个反面的例子，有一个女人，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，是我们那一代有名的美人，但是这个女人心眼特别小，特别爱占便宜，特别喜欢说人坏话。她看不得别人好，谁家日子过得好一点，她就在背后说人家的闲话。她自己家里条件不错，但是从来不肯帮助别人，连借个东西都要算计半天。这个女人现在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她才60多岁，看起来像80岁。她的脸是垮下来的，2个腮帮子特别大，嘴角往下耷拉，眼神特别凶。她走在路上，别人都躲着她走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嘴巴毒，谁也不愿意跟她打交道。她自己的儿女都不愿意回家看她，因为她一见面就是抱怨，就是指责。你说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？这样的老年有什么魅力可言？所以我说，心存善念不是让你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你在公交车上给人让个座，你在路上看到老人摔倒扶一把，你看到别人有困难帮一把，你说话的时候多替别人着想一点，你看到别人的优点多赞美一句，你遇到矛盾的时候多包容一点。这些小小的善念，小小的善行，日积月累，就会在你的脸上，在你的气场上，在你的命运上留下痕迹。从命理学的角度来讲，一个人的面相是会改变的。你年轻时候的长相是父母给，叫先天相，但是你中年以后的长相是自己修的，叫后天相。你修什么？修心。你的心善了，你的相就善了；你的心恶了，你的相就恶了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能量的转化。我还要告诉各位一个秘密，就是善念不仅能改变你的面相，还能改变你的磁场。什么叫磁场？就是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。有的人你还没见到他，光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觉得舒服，这就是他的磁场。好，有的人你一见到他还没说话，你就觉得不舒服，想要离开，这就是他的磁场不好。一个心存善念的女人，她的磁场是温暖的，是柔和的，是有吸引力的。她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变得和谐。她在的地方
大家都愿意待着，因为跟他在一起心里踏实。这种磁场会吸引来很多贵人，会吸引来很多好的机会。你看那些越老越有福气的女人，她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很多人，总是有人愿意帮助她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这是她的善念感召来的。反过来，一个心存恶念的女人，她的磁场是冰冷的，是刺人的，是让人想要逃离的。她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起争执。她在的地方，大家都觉得压抑，都想赶紧离开。这种磁场会把贵人赶走，会把好运气赶走，最后她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，越来越不顺。所以各位女性朋友，如果你想要越老越有魅力，如果你想要晚年有福气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修这个善念。怎么修？很简单，就是每天做一件善事，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。你今天对家人多一点耐心，这是善；你今天对陌生人多一个微笑，这是善；你今天看到别人的优点多一句赞美，这是善；你今天遇到矛盾选择原谅而不是报复，这是善。你每天做一件善事，一年就是365件善事，你坚持10年就是3650件善事。这些善事会在你的生命账户里积累起来，会在你的面相上显现出来，会在你的命运里兑现出来。到了你50、60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虽然老了，但是你老得很美，老得很有味道，老得让人尊敬，让人喜欢。我再从易经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。易经里有一个卦叫乾卦，乾卦是64卦里唯一一个6爻皆吉的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卦从头到尾都是好，没有一点凶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乾卦讲的是谦虚，是低调，是不争。乾卦的卦象是山在地下，叫地山谦。你想想看，山本来是高高在上，但是它藏在地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大智若愚，这叫功成居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会到处炫耀自己，不会到处显摆自己，他把自己的光芒收敛起来，藏在内心深处。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光芒，他的光芒是内敛的，是含蓄的，是需要你慢慢去发现。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她一定是具备这种谦德的。她不会因为自己有点成就就到处吹嘘，不会因为自己有点资本就看不起别人，不会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倚老卖老。她永远是谦虚的，永远是低调的，永远是尊重别人的。这种谦虚不是虚伪，不是做作，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修养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女性，她们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，可能是某个企业的老总，可能是某个家族的长辈，但是她们在人前永远是那么谦和，那么平易近人。她们跟你说话的时候，眼睛是看着你的，是认真在听你说，不会因为你地位低就敷衍你。这种尊重让人如沐春风，让人打心眼里敬佩她。反过来，有些女人稍微有点成就就飘了，说话的时候鼻孔朝天，走路的时候趾高气扬，对待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颐指气使。这种人哪怕他再有钱，再有地位，在别人眼里也是俗不可耐，是没有魅力的。所以我说，善念和谦德是连在一起。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他一定是谦虚的，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值得尊重的地方。一个谦虚的人，他一定是善良，因为他不会用自己的优势去欺压别人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总结。越老越有魅力的女人，她们身上
有6个共同的特征。第一，坤德之美，她们有大地一样的包容力，能够承载一切，能够化解一切。她们不抱怨、指责，用自己的胸怀给家人提供一个温暖的港湾。第二，眼神清澈，他们的眼睛是有光的，是清澈的，是温柔的。他们看透了人生，但依然选择善良。他们经历了风雨，但依然保持纯净。第三，语迟则贵，他们说话不急不躁，每一个字都经过思考。他们不传闲话，不讲是非，守口如瓶。他们的声音是温柔的，是有分量的，是让人舒服的。第四，柔中带刚，他们外表柔和，内心坚定。他们有自己的原则，有自己的底线，但是他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去坚持。他们独立但不孤立，自信但不自负。第五，顺应天时，他们接纳自己的年龄，接纳自己的变化。他们不逆天而行，刻意扮嫩。他们懂得养生，懂得顺应自然规律。他们活得松弛，活得自在。第六，心存善念，他们内心充满慈悲，充满爱。他们做善事不求回报，帮助人不留名。他们的善念在他们的脸上，在他们的气场上，在他们的命运里开花。结果这6个特征你不需要全部做到，你只要做到3个以上，你就已经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了。你要是6个都做到了，那你就是人间富贵花，不仅自己有福气，还能庇佑子孙3代。我最后要告诉各位女性朋友的是，魅力不是天生的，是修出来的。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不够美，不够有魅力，没关系，从今天开始修。怎么修？就从这6个方面入手。每天提醒自己要包容一点，要大度一点，不要为小事斤斤计较。每天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眼神，提醒自己要保持内心的清澈和纯净。每天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，提醒自己要慢一点，要温柔一点，要少说废话。每天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太强势了？我是不是该柔软一点？每天关注自己的身体，提醒自己要顺应自然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每天做一件善事，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，积累自己的福报。你坚持这样做，不出1年，你会发现自己变了，你的脸色变好了，你的气质变好了，你的人缘变好了，你的运气也变好了。到了你50、60岁的时候，你会成为那个让人羡慕的女人，那个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，那个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女人。记住，女人的美不在皮相，在骨相，更在心相。皮相会老，骨相会变，只有心相是永恒的。你的心美了，你的一切都美了；你的心善了，你的一切都顺了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我们女性朋友要学习大地的品质，要厚德载物，要包容万物，要滋养万物。当你真正做到了厚德载物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不需要刻意去追求什么魅力，魅力会自然而然地从你身上散发出来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，真正的美人不是美在18岁，而是美在80岁。愿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成为这样的美人，都能越老越有魅力，都能活出自己最好的样子。